它是二战日本在菲律宾战役中的最重要阶段，它是美国及菲律宾军事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事件，它诞生了一条著名且惨烈的行军路线，它就是巴丹半岛战役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1941年12月7号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而就在美国太平洋舰队险些覆灭的同时，远在菲律宾的美国远东空军也遭遇了灭顶之灾。短短数天内，美国驻菲律宾海空军力量遭遇毁灭性打击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只得被迫慌忙南下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菲律宾北望中国台湾，南临河属东印度，太平洋、南海和印度洋地理的交通要冲，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，而且因为有着日本所急需的大量战争物资，所以使得日本对此早已是觊觎良久。12月10号，为了控制东南亚海上交通线，日本陆军第14军在陆军中将本间雅晴的指挥下，按计划在巴坦群岛、阿帕里吉维干实施登陆行动。而此时呢，早已经被重创的美国海空力量根本无力阻止日军的作战行动，更不用说此时的美菲联军虽然有着10万兵力，但奈何装备相差太远，也无法有效抵抗日军。1941年12月22号，随着日军在仁牙英湾和拉蒙湾顺利实施登陆作战，使得驻菲律宾美国海空军力量被彻底摧毁。日军则在随后采用了东西夹击攻势，向菲律宾首府马尼拉推进。美菲联军只得被迫向巴丹半岛退却。时任美国远东军司令的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，鉴于此时自己手中已经没有海空兵力的考虑，遂制定了一项近8万美菲联军全部集中到仅有25英里长、20英里宽的巴丹半岛上，并且构筑数条防线，同日军展开持久战的橙色3号计划。麦克阿瑟本以为能够利用此计划阻挡日军半年以上，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此后的战况发展。1942年1月2号，随着日军占领不设防城市马尼拉，标志着巴丹半岛战役即将拉开帷幕。1月9号，自信十足的日军在经历过充分的准备后，遂开始进攻美菲联军重兵防守的防线。1月12号和14号，美日双方接连在东西部防线爆发大规模战斗，但是面对守军精心构筑多日的防线，日军被数次击退。美菲联军的数名官兵也因此荣获了荣誉勋章和银十字奖章。在此之后，虽然美菲联军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，但奈何双方实力悬殊太大，加之日军经常在实施夜间突袭渗透战术，美菲联军只得被迫在1月22号放弃了前沿防线。1月23号，随着日军此时的战线已经深入到巴丹半岛腹地，美菲联军发起了一项名为口袋战役的反攻行动。其中菲律宾第1步兵师的表现尤为突出，该部队不仅同日军爆发了激烈战斗，还在日军试图包围守军时采用大胆凌厉的战法，不仅击退了日军，还成功突破了日军防线。鏖战到1月29号，美菲联军经过不懈的连续不间断作战，终于成功收复了部分地区。2月8号，本间雅晴面对逐渐增高的日军伤亡，只得下令暂停攻势，以重整日军各支部队。2月22号，美菲联军在日军第14军收缩兵力之时，得以重新占领了部分被日军攻占的地区。而在战役进行到此时后，巴丹半岛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。罗斯福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虑，便电令麦克阿瑟卸任美国远东军司令，并且赶赴澳大利亚，出任新组建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。3月12号晚，麦克阿瑟携家人在数位美国远东军将领的陪同下离开了科雷基多岛，并且在抵达澳大利亚后，向菲律宾人民许下了我会再回去的承诺。而麦克阿瑟的离开也标志着美国远东军历史的结束。3月22号，美菲联军被重新命名为驻菲律宾美军，由美国陆军中将乔纳森·温莱特出任最高指挥官，继续指挥着菲律宾战事。日军也在之后不久再次进攻美军防线失利，而在见识到美军建造的诸多要塞的厉害后，日军大本营遂紧急抽调了炮兵部队，携带众多重型攻坚武器支援菲律宾战事，并且严令本间雅晴必须尽快占领菲律宾。日军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工作，计划用1个月的时间完全清扫敌军。4月3号早上9点，
日军使用100架飞机和300门大炮，对巴丹半岛防线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猛烈轰炸，守军防线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。而日军也在随后3天的时间里全力进攻美军防线左翼，使得此地的每一处都因此爆发了激烈战斗。而此时的驻菲美军早已在此前的战斗中因为物资的大量丢失，已经处在弹尽粮绝的地步。此时面对大批的日军坦克和步兵，溃败只是时间问题。4月6号，巴丹半岛战役达到了最后高潮。由于日军的进攻开始集中在中路，使得巴丹半岛整条战线开始爆发全面激战，最终导致此时已经山穷水尽的驻菲美军各部完全失去了联系，整个盟军防线随即土崩瓦解。4月8号，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巴丹战局，时任巴丹半岛美军高级指挥官爱德华金少将只得向日军协商投降，并于4月9号在同日军经过数个小时的谈判后，爱德华金在巴丹半岛下令饥肠辘辘的美国和菲律宾守军放下武器，向日军投降。长达数月的巴丹半岛战役至此以日军的胜利宣告结束。巴丹半岛战役，美菲联军共参战79500人，阵亡1万人，2万人受伤，75000人被俘。日本共参战75000人，阵亡7000人，12000人受伤，1万人染病。巴丹半岛战役的失败使得华盛顿大为震动，罗斯福总统在出于驻菲美军的实际情况后，亲自电令退守克雷吉多尔岛的温莱特中将要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，不能使其全军覆没，并且授权温莱特绝对的自主权。而日军指挥官本间雅晴为完美结束菲律宾战役，竟然在面积仅8万平方米的克雷吉多尔岛部署了100余门大炮，累计使用6万发炮弹，进行了长达3个星期的炮击，使得该岛成为世界上挨炮最多的岛的同时，还创造了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中规模最大的炮击行动。而温莱特也在向罗斯福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向日军投降。最终超过了6万名菲律宾、15000名美军战俘被迫踏上了通往战俘营的不归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估计约有500到1000名美军和高达1万名菲军死在了这场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中。而投降后的乔纳森·温莱特中将则顽强地活到了1945年8月18号才终于获救，并于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见证了日本的投降。战后被授予荣誉勋章的同时，还被奉为美国的英雄。虽然巴丹半岛战役及随后的巴丹死亡行军是悲惨的，但值得肯定的是，此次战役不仅使日军无法在短时间内占领美国在太平洋的所有基地，还为盟军随后的战事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